德国的抛压结束了吗？比特币 ETF 的资金疯狂流入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监控德国政府的钱包数量，你可以看到现在呢，德国已经没有剩下任何的比特币了，只剩下 0.048 颗。所以德国在过去的1个月之内呢，就抛售了接近5万颗的比特币。那么最后的一点点呢，也在最近给全部抛完了。那右手边的图表就是德国政府所持有的比特币换算的美金价值。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抛售之前呢，大概持有35亿美金价值的比特币。它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你可以看到它就在最近用瀑布的形式下跌，也就是它在最近呢疯狂的抛售，而且是直接拿到2级市场，这对市场是会造成很大影响的。我们也看到了，确实从比特币的图表上面，我们也产生了暴跌。不过，德国的抛压呢，可以在最近，我们就可以知道完全终止了，因为已经没有任何的币给德国再继续抛售了。那现在的利空呢，只剩下门头沟。当然了，门头沟的问题其实非常的复杂。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比特币的 ETF 呢，它连续的流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包括昨天呢，我们已经连续产生了6天的流入了，连续6天哦，而且我们在7月12号的时候，我们所产生的流入量呢，它是我们这1个多月以来最大的一次。我们之前在7月8号的时候，我们就有谈到，我们的流入量是接近3亿。那我们在7月12号呢，我们是一口气来到了3亿1000万的美金，这个流入量其实算是不错的，算是不错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一个对比的图表。那这个图表呢，把我们的流入量都画成了长条图。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昨天的流入量呢，是我们这1个月以来最多的一次。其实我们到了3月以后3月那个时候其实流入量都还不错，2月、3月流入量呢都还很棒。那一直到4月以后，3月底4月以后呢，我们的流入量就是时而流入，时而不流入。那即使有流入呢，流入的量其实也不多。那直到我们最近呢，又恢复了连续的流入，而且这个流入量呢，其实我们可以对比过往的这2-3个月，其实也算是很不错的，有巅峰时期流入量的1半。那当然这肯定会对盘面造成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呢有比较大的反弹的原因，而且我们最近的量能也都是还蛮充沛的。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新用户 KYC 入金100美金，就送你500美金的仓位。这个仓位你可以拿来开任何的币种比如说比特币以太坊还有一些等等的主流币。那么如果你有盈利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提币走。比如说500美金涨10%，你就是赚50美金，你可以直接提币走。那如果亏了也没关系，因为这本来就是赠送的，所以很欢迎大家可以点击链接，下面都有说明，会指示你怎么操作。那我们再回到比特币的图表上我们先来看一下日线。从日线上来看呢，没问题，我们现在就在6万左右做挣扎。前面6万扮演过非常重要的支撑的角色，那当然现在我们跌破了过后，我们就变成了主力了。那当然呢，其实可以再碰回很接近6万的这个位置呢，我相信也不是大家预期的。不过最近 ETF 的流入量确实是比较多一点。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在日线上它还是没有展现出这种足以压制空头的这种量能，但我们也确实产生了不错的反弹。那我们再回到4小时，其实4小时可以读出的讯息就更多。我们可以看一下4小时来看的话，我们的量能多头量能、多头反击的量能，其实从4小时来看呢，它是不错的，还 OK 这个量能它至少可以表示我们确实在这里是有遇到支撑的。那当然了，我认为出现的这种量能的话，我个人就是不可能去做净空单就我真的在做空，不是对冲的这种，是真的在做空这种，我就不会去操作这种方式。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现在也已经慢慢走成了这种楔形它确实是反弹的，不过它反弹的上涨呢，它确实是有走的有稍弱一些，一开始的时候最强那现在有越来越弱一些。那这个很有可能会形成我们常见的一种下跌中继，也就是上升楔形的这种形态这是属于下跌的中继。我们还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一波的反弹位呢，它很有可能就会落在 0.618， 非常的精确，很有可能就会落在618的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下跌之后超跌反弹是非常正常的，然后就落在618这个位置。那我们后续呢，非常有可能再继续往回来做测试，做底部的测试。那当然了，我认为要重新回到6万之上，绝对非常困难除非有真的很特殊的条件，但我还是认为在极短时间之内就回到6万的上方的几率是很低的。我们在下方需要经历过一段时间2-3个月的时间的震荡整理，那我们才有机会再回去，因为我们上方呢有100多天的震荡那我们再回到日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指标，很简单的指标叫做 SMA Simple Moving Average。其实移动平均线Moving Average 它是有分成2种，一种是 Simple 就简单的另外一种就是 Exponential， 就是它是有经过加权的也就是越近的时间内呢，那我给它的权重就越重。那这种 EMA 呢，它的灵敏度就会很高就是行情一拐头，它就立刻就跟着往上走了，它就立刻跟着走。那 SMA 的话，它的反应会是比较迟缓的。那当然呢，这种周期比较大的 SMA 呢，很大的程度它是可以拿来表示趋势。再来就是它可以辨别牛熊，因为 SMA 我们知道它其实表示的是一段时间之内大家获取比特币的平均成本。那你可以想想看如果说当价格在均线之下的话，那么就表示它可以粗略的这样表示粗略的表示我们在过去200天呢有买比特币的人在这个时候居然是亏的那么这就会形成很大的问题，这就没有办法让牛市的良性循环继续运行下去。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是200天的 SMA。 其实我们在加密货币上面，我们常常拿200天的 SMA 呢作为牛熊的分界线，至少从技术上牛熊的分界线。那当然了，这个观念是从股市里面来的，在股市里面这种大周期的 MA 呢，大周期的移动平均，它也可以帮我们辨别牛熊。其实我们在过往的牛市当中，这个200 MA 它是不应该被跌破的，或者说它被跌破的时候，就代表我们经历了很大级别的这种调整，至少是周线级别的这种调整，我们才有可能去跌破200 MA。那其实这也可以侧面的说明当我们还确定我们在牛市当中，而且我们跌破了200 MA， 那就可以表示这里的价格绝对非常值得我们买入，或者说非常值得我们在这个价位的时候再进行加仓、补仓等等的操作。因为我们牛市如果是可以被确认的，而且我们又跌破了200 MA， 我们有很好的价格，我们正在一波大回调当中，那么这就会是一个在底部非常好的买入信号。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上一次跌破200 MA 的时候就在25000这个位置。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位置25000呢，也确实是我们从25000到74000这波上涨的起点，真的是起点。那我相信我们这波的回调呢，也会形成我们当然了，我认为底部是还没有出现的，这个最底的位置是还没有出现的。不过，我认为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它也会形成我们下一波上涨的起点，绝对没问题。那我们可以再把这个指标呢，我们再把它给往前看一下它的效果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上一轮牛市的时候呢，也确实只有2次它跌破了这个均线一次呢就是我们在小牛结束过后，这里小牛嘛没问题，我们回到了均线之上。不过后面的回调呢这也是周线的，然后直接就312了。我们在那个时候也跌破了200 MA。 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根据后面的行情呢，我们可以在200 MA 以下买入现货的地方呢，都绝对会是非常非常好的入场时机点。那就包括我们后面呢跌破200 MA 产生的这种519，其实我们在3万左右附近买入的这种筹码呢，如果拿到后面呢，它也至少是有1倍的涨幅，非常棒。那我们步入熊市之后呢，我们也一直就在200 MA 之下，没有问题。那我们可以再往回看一下2017。那2017年的牛市它走的是比较均匀的。那当然了，这个也是比较久了，也是非常非常久之前了。你可以看到，当时我们在牛市运行的过程当中，它就真的完全都没有跌破这条均线，完全没有的，没有任何一次。唯一跌破的时候就是熊市来临了。那我们还可以再往前看到2013。那2013你也可以看到，跟2017是比较雷同的。那当然它的涨幅是又更夸张一些它也在牛市的周期当中呢，从来也没有跌破这条200 MA 的均线。所以我认为这条均线它的效果呢，算是不错的，至少在比特币这个标的上面算是不错的。那现在呢，我认为绝对会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消息。
就在刚刚啊，川普，美国现在非常有可能是下一任总统的川普呢，在宾州遭到了枪击，这个是现场画面的，我们来看一下啊。OK， 他在宾州造势演讲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他突然感觉到右耳好像被什么东西打到，痛了，对不对？而且后来也有照片有显示出后面是有拍到有子弹经过的，那他也有听到枪响，后来就赶快蹲下了啊，赶快蹲下。那基本上这种状况呢，其实对于候选人是非常有利的啊，对于候选人非常有利。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台湾在2008年那个时候的选举，基本上状况非常雷同啊，对不对？就是有两方啊势均力敌的候选人在较劲的时候，然后有一方受到枪击。那我们都知道啊，川普他是非常利多加密货币的，所以这件事情，加密货币未来，这绝对对加密货币是一个利多。如果川普当选总统的话，而且他现在的民调呢也是稳定的领先，你可以看一下当时的状况，然后后来维安人员就上来了，大家都把非常有可能是下一任美国总统保护住，然后就护送他下台，对，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中弹的时候呢，他的耳朵是有明显的流血的，有明显的流血。现在这件事情在美国的媒体上面也是占满了全部的版面啊，基本上这几天我相信都会是这个新闻你可以看到他的耳朵有明显的流血耳朵是有明显的流血。那现在枪手已经被击毙了，然后现场也有一个人中流弹而死对，中流弹而死好 ，OK， 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